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我看着前面3个人的身影，不由觉得愤怒，想要冲上去，又竭力控制住自己，拿出手机仔细拍了几张照片，确保看得清楚后，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照片里男女姿态亲密，活脱脱是今天过520的小情侣。而旁边的阿姨虽然看着有些不满，但好歹也是笑着的。程泽，我的老公程潇，他的妹妹，以及我的婆婆丁美琴，如果先前的姿态亲密是因为兄妹的原因，那现在的亲吻可就没办法解释了。我扫过他们手里的大包小包，再看了看空荡荡的手，觉得讽刺无比。今天是520，程泽非要拉我出来凑个热闹，结果只陪了我1个小时，就说工作上有事，这样就算了，没送花没送礼物，就把我之前送给丁美琴的包拿来滥竽充数。问他就只有一句是他新买的，可惜他不知道国际大牌的限量款早就买不到了，还从我这里要走了5万。我装作不在意的给他，在他走后悄悄跟上来，就看见了这一幕。怪不得他从来不让他那个妹妹出现在我面前，只说他的学业忙，连结婚都没来，原来是背地里搞这种勾当。可真是好妹妹呀，不是亲妹妹，是情妹妹，还想拿着我的钱挥霍，想得美。看样子之前里的离婚协议书要改了，正好为我多加一个把柄。我跟程泽结婚1个月了，不过自从结婚过后，我发现他就变得不一样了。还有他那个妈也是，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对我温柔又体贴，做事细心。恋爱的2年，就算吵架，也是他先来认错，哄我，再跟我好好说道理。他妈妈丁美琴也是和蔼可亲的长辈，会给我做好吃的，跟我说话也是和气的。爸妈都觉得这是桩好婚事。除了程泽家里有些穷和丁美琴有些贪财之外，他们都很满意。钱嘛，他家没有我家有。可是结婚之后，程泽经常夜不归宿，就算回来了，还责怪我没有做好饭菜，放好洗澡水。他整天在外就是一个编制内，我管着一个公司，我来伺候你。丁美琴也一改往日作风，但凡我在家，就一定要让我做饭。最开始我配合的做了几顿，他不是闲着就是嫌那，还讽刺我没用，什么都不会。只有要钱的时候是好声好气的。我实在是气不过，就请了道士，提着狗血泼了他们一身。他们气不过，想骂我一顿，超能力就给他们按下去了。这种家庭我可带不下去。这2天就在弄离婚协议书，正好遇到了这一幕。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丁美琴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一会摸摸手里的金手镯，一会摸摸脖子上的项链。程泽也是一脸高兴，不过看到我就不高兴了。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川剧变脸，大半夜不睡，你在这吓唬谁？丁美琴丧着一张脸朝我吼了句。我没有理他，一直关注程泽把手机放哪里。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手机放在一旁，在玩丁美琴的手机。看见我的态度，丁美琴更加不满，想要再说些什么，却被程泽拦住了。母子俩眼神对视，不知道交流了些什么。丁美琴立马变了脸色，朝我走来。哟，玉玉呀，是妈的不对，没想到程泽这小子把你自己甩在街上去忙工作了。妈刚才也是在楼底下遇见他才知道的。他谄媚的语调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又在打什么算盘？我敷衍的了一声，他却更起劲，拉着我东聊西聊。程泽也坐到我身旁，手里依旧拿着丁美琴的手机。所以说，这个房子是不是要加上阿泽的名字啊？我一时间没听清楚，只听见这一句。我转过头看向丁美琴，
想听听是不是我听错了。这房子是我婚前家里全款买下的，在市中心，一套就是几百万。原本考虑的是以程泽的经济条件，暂时买不起房子，就先住在这里，等过几年再买属于我们的房子。而且当时商量的时候，可没说他的妈妈要住进来。等我上完班回来的时候，已经迟了，他已经搬进来了，说是暂住一段时间照顾我们。如今看来，恐怖是想当户主吧。还有，阿泽说你的嫁妆很多，妈想着你平时花钱就大手大脚的，哪天一个不注意就花出去了，不如我帮你存着，以后还能有多的利息呢。妈可不是想要你的钱，你别乱想啊，我是为你了好，你还要给咱家生大胖小子呢。好家伙，还打起我嫁妆的主意了。玉玉，妈都是为了你好，你听她的吧。程泽也在一旁附和着。我冷笑一声，就甩开他们两个的手。白天睡多了做白日梦，想要加名字就先给几百万再加他的名字，他也配？我的嫁妆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管你们什么事？那点利息我看不上，不用你去存。你们家彩礼出了多少，不要我说明白吧，自己好好想想。说完，我穿好鞋就进了房间，顺便拿了程泽的手机，随后砰的一声就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外面就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我没有在意，专注地查着程泽的手机，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和他妹妹的聊天也很正常，不像我今天看到的那样。最后什么都没找到，只好开个定位系统连在我手机上。做完这一切，我就将他的手机放在旁边的桌上。程泽进来的时候看了眼手机，露出一个笑容朝我看来，脸上没有心虚和慌张，好言好语地哄着我：玉玉，别生气，老公亲亲。我一把推开他，不想让他碰我，最后还是被我赶到客房去睡了。我一直在想着程泽怎么会不联系呢？查了他手机里也没有第二个系统，就是干干净净的。直到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经常玩丁美琴的手机，想到这，我的瞌睡一下子就没了。丁美琴有把手机放在外面充电的习惯，现在是凌晨2点，应该都睡着了。我拿着自己的手机摸摸索索地走出去，在电视旁发现了丁美琴的手机，她没有设密码。我心里一喜，立马打开手机，果然，我躺在床上，想到刚才看到的东西，就感到一阵恶心。程泽和他的妹妹真的有关系，不但如此，程潇还怀孕了。另外，程泽还出轨了另外一个女的。上面的聊天记录尺度大的令我恶寒，离婚这是要加快速度了。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昨天晚上我找的私家侦探，已调查清楚，程潇不是程泽的亲妹妹，是他们程家从小养的童养媳，现在怀孕3个月了，似乎不知道程泽结婚了。我咬牙切齿地看着这条消息，立马打电话叫哥哥和律师过来。出房间的时候，程泽和丁美琴还在兴奋讨论着买什么。看到我出来，虽然冷了一下脸，但立马又笑了起来。老婆，你看这辆车怎么样？你昨天都没送我520礼物，这个行不行？哟，我这老婆子也没收到。儿媳妇，你看看这个金手镯，分量又足又好看，适合妈吧？我一把甩开他们，反手就给了程泽一个巴掌，又往他下身狠狠地踢了一脚。车子买了撞死你，垃圾玩意，管不住下身的垃圾玩意。丁美琴看到我的举动，立马冲上来想要推开我，却没有推动。我顺便也给了他一巴掌，我将他手上的金镯子用力地弄下来，砸在他的脸上。金镯子，用来砸你的脸的金镯子。说完又给了他一巴掌，唯有巴掌最得人心。
你们再说说想买什么来着？我刚刚没听清楚。秦玉，你就是这么孝敬婆婆、尊重老公的？你这么没有教养，你爸爸妈妈肯定跟你一样没有教养。丁美琴怒吼地说出这句话。巴掌是吧？那我就大发慈悲给你。说完，我就冲上去踢了丁美琴一脚。练了好几年的跆拳道，等的就是今天。我准备在动手的时候，门铃响了，应该是哥哥他们来了。我哥进来看见这一幕，什么也没说，只是冷哼一声，将我护在身后，拿了律师手上的离婚协议书，重重甩在程泽的脸上。程泽翻了翻之后，满脸不可置信。看他的样子，丁美琴立马抢了过去看，然后气愤地将离婚协议书撕毁，净身出户。你休想休想！既然已经结婚了，你这辈子生是我们程家的人，死是我们程家的鬼，不会再有人要你了。此时他的样子像是完全疯癫了一样。我把我哥拿来的那堆照片甩在他们身上，看看这些聊天记录，还有昨天的照片。程泽，你不想这些事闹大到你工作的地方就签了？我面无表情地对他说。程泽在体制内上班，这些事一旦闹大，他就找不到工作了。而且这份工作我家还出了点力气。我们在无声地对峙着，丁美琴却突然冲上来，手里还拿着水果刀，直直朝我冲来。哥哥连忙把我护住，却还是迟了一步，手臂上被划伤了。他一把推开丁美琴，力气大到摔下去的声音都是闷响。倒下去的时候，丁美琴手里的刀划在他的脸上，弄了一条不浅的伤口。走，我乖巧地点点头。出去的时候，两个壮汉跟我们擦肩而过。走到电梯口的时候，虽然不真切，但还是能听到程泽和丁美琴的惨叫声。爽的嘞！我没想到程泽和丁美琴这么做得出来，心这么狠。我匆匆从公司下来的时候，一个女孩子被他们压着跪在地上，脸色苍白，眼里是迷茫的神情。玉，是她主动勾引我的，我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我已经带她去医院打胎了，你看这是报告，你原谅我好不好？程泽一脸真诚地朝我说，眼里含着泪水。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无奈之下，我叫保安带着他们上办公室。程泽几次三番想要靠近我，都被拦下来。而程潇满脸绝望，谁也没看，只是盯着地下。一到办公室，程泽就把程潇压在地上跪着，扯着他的头发，让他给我磕头道歉。我立马叫保安拦住他。据我调查的资料，程潇并不知道我和程泽已经结婚了，被瞒得死死的。而且就算知道，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程泽也是个人渣。程泽在我的阻止下停了手，却没想到一旁的丁美琴突然扯着程潇的头发衣服，一巴掌一巴掌，一脚一脚地踢着。玉，妈已经帮你报仇了，你不原谅妈和阿泽，我就打死这个小贱人，破坏你们的感情。我立马走上前，把他们隔开，把程潇护在身后。玉啊，是我老太婆的问题，本来是一时好心收养了她，却没想到她会勾引阿泽。我已经教训她了，孩子也打了，我们程家的孩子只能你来生。看到这副面目，我只感觉到恶心，没有理他，而是看向程泽，把离婚协议书递过去，签了。说完就拉着程潇进了旁边的房间。我不担心程泽不签，他敢不签吗？我的态度很明确，没有挽回的余地。经过这段时间，他应该也是想清楚了，不签就等着我家的搓磨，最后混得一无所有，还必须得离。签了他起码还有点颜面，还能保住那份工作。我一边想着，一边拿出医药箱递给程潇，你先处理一下身上的伤口吧，处理不到的我再帮你。他看着我的举动，只是呆呆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用手掩面，开始哭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我不知道。”一份小小的善意，在身处黑暗的人眼里，将会是耀眼的阳光。等安抚好程潇的情绪后，他坐在我旁边，抽抽搭搭地说着这些事。他从小就被丁美琴捡了，在乡下的家里就做农活、做饭，包揽家里的全部活。后来慢慢长大之后，程泽看她长得漂亮，又正好处于青春萌动的阶段，就不顾她的意见，强行要了她。丁美琴知道后，什么说养了她这么多年，给她儿子释放释放是她的福气，也就放任程泽的行为不管。后来搬到城里之后，让程潇一个人住在小房子里，不准她出去，直到发现她怀孕，才时不时带她出门逛逛。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我和程泽结婚的事。你一个人住，为什么不逃呢？程泽拍了我的裸照和床照，威胁我不准逃，还说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没有人要我了，我没有家。那两个混蛋，谁说那是你？那只是该合成的而已。我扶着程潇的肩，一字一句重复地告诉他，程潇没有错，错的是别人。程潇，你没有错。听了我的话，程潇又开始哭，但不过一会就擦干眼泪。对，我没有错。我突然捂住胸口，感觉一阵反胃想吐。程潇立马走上前，拍拍我的后背，哪里不舒服吗？我摇摇头，就是反胃恶心。在我背上的手突然一顿，你们平时带不带？我之前就是这样的症状。我立马否认这个想法，每一次我都要求了的。我说了不会这么早怀孕，脑海里却一闪而过，有次我不小心看到程泽取下来，里面并没有多少东西。我闭上眼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怀没怀不重要，重要的是先离婚。我让程潇待在里面，自己出去面对那母子俩。程泽一脸颓废地站在窗边，手里拿着已经签好字离婚协议书。丁美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我，手臂上的伤口突然有些疼。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把玩着。程泽，你妈直接可是给了我一刀，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我没有把话说完，我相信她能懂。程泽听了我的话，一言不发，只是慢慢走过来，拿过我手里的刀，声音沙哑地问：“你想怎么样？”袁术奉还。程泽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朝丁美琴走去。妈，你别怕，就一刀，你总要为自己犯的错付出代价。妈，啊！最后一声正好和丁美琴的尖叫声重合，程泽吓得手不轻，反正血流的比我多，真是一对慈母孝子。我检查好离婚协议书没问题之后，就让人带着他们离开，却没想到丁美琴没走，她突然从门口冲进来，撞向我，口里喊着“贱人”。我一旁的保安挡在我身前，把她推到地下。门口是程泽哐当哐当的敲门声。我蹲在丁美琴的面前，钳住她的下巴，甩过去几个巴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程潇，出来！我扬声将隔壁的程潇叫出来。程潇出来看见这幅场面的时候，明显有些愣住了。毕竟在他心里，丁美琴很强，不允许有人反抗她。如今却躺在地上，还流了血。程潇，他刚刚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你从来不欠他们家。女孩站在门口颤抖，听见我的话，眼睛瞪得更大，像是听见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我没有催他，丁美琴还在乱骂着，直到我手有些软了，程潇也没有动作。我想着还是太急了，让他突然做出这么大的改变，有些勉强了。丁美琴也得意地说：“我养的小蹄子怎么敢反抗？秦玉，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没有教养吗？”正准备松手的时候，程潇突然扑上来，压着丁美琴开始狂扇巴掌。起来的时候还不解气地提了几脚。
我笑着看他，他的眼里虽然有泪水，但整个人具有着无限的生机。秦玉，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之后，我将程潇安排到医院去休养。之前打完胎就被那母子俩拉来折磨了一番，现在身体虚弱得很。而我则去检查到底有没有怀孕。我坐在 B 超市门口，手指不自觉用力捏着手上的报告单。怀孕1个多月了，手臂突然被轻轻撞了一下。我侧过头看，是一位女士，看上去有些眼熟，却想不起在哪见过。不好意思，撞到你了。她道了歉，就立马坐在我身边，开始自言自语：“你也是来检查的吧？”“我也是来检查的，不过没怀上。”我就说我没怀上，我老公非要让我来检查，想要个孩子。他絮絮叨叨在旁边说了很多，我听着心烦，准备起身就走，手上却没拿稳，报告单掉了下去。准备蹲下去捡的时候，一只手比我更快。怀孕了，真是恭喜！我敷衍地应了一声，准备那回报告单。你叫秦玉？女人语调怪异地问，朝我投来疑惑的眼神。我从她手里抽回报告单，转身就离开了。实在是没有心情跟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拉扯。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程泽到底是做了什么手脚，却没想到刚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了程泽和丁美琴。他们来干嘛？我皱着眉头，将报告书放在包里，朝他们走去。玉玉，你回来了，我们在这等了有一会呢。这是补品，要好好照顾肚子里的孩子啊，要不然搬回来住吧。天天住你爸妈，这也说不过去啊。丁美琴看见我，立马走上来，笑脸盈盈地对我说，好像之前发生的事都不存在，我们还是一对好婆媳。听到她的话，我的脸立即冷下来。他们怎么知道我怀孕了，还这么确定？我想起来了，在医院遇到那个女的，就是程泽的出轨对象。那天晚上看聊天记录里面的图片，有点美颜，一时间没认出来。玉玉，跟我回家吧，生了孩子，我们好好过下去。程泽深情地看着我。我弯下腰开始干呕。程泽想要来扶我，我连忙往后退一步，不好意思，就是单纯被你恶心到了。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怎么样不用你管。还有，不是我们回家，那是我的家，你们最好早点收拾滚远点。说完，我抬脚朝家里走去，程泽却突然扯住我的手，满脸阴沉地说，秦玉，有了孩子你还想离开我？我好不容易让你怀上的，你不想怀孕，我偏要让你怀孕。你不知道，我每一次都悄悄地把套搞破。秦玉，怀上我的孩子是不是很爽啊？我怒极反笑。程泽，你完了！说完，我转身就走。程泽还想追上来，却被家里出来的保安拦住。家里的氛围很沉重，大家都看着我的肚子。妈妈想开口说些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一直欲言又止。玉玉，你做什么决定，家里都是支持你的。爸爸摸了摸我的头，像对待7、8岁的小女孩一样。我点点头，这个孩子我不打算留。现在的我做不好一个好妈妈。我如今正在忙新公司的事情，抽不出足够的时间陪孩子。再说，这个孩子并不是带着爱和幸福出生的，幸好才1个多月。我在等待合适时机打胎的时候，程泽的小情人找上门来了。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女人，前凸后翘的身材，可爱的少女脸，不过一开口就毁了整个画面。你就是秦夫人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你要离就离得痛快点，不要再来烦泽哥哥，以为自己怀着孩子就能拿回泽哥哥的心了。我告诉你，不可能。泽哥哥说的最爱我。女人娇滴滴地说。我翻了个白眼，提着包就准备走，她却走到我面前，然后自己向后倒。小美，
程泽突然从后面跑过来，抱住那个叫小美的女人。我挑挑眉，看着这早期古偶场景。秦玉，你怎么这么恶毒？小美又没有哪里得罪你。你爱我就早说，我不会因为小美就抛弃你的。再说，你还怀着我的孩子。你，程泽突然哑口无声。我看着我踩在小美身上的脚，脚尖用力地摩挲着。啊，我爱你。我带着轻蔑的口气问她，真不知道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普信的男人。怎么不说了？继续说呀。我想了想，叫来了在门口的保镖，控制住他们2个，然后打电话给程泽的领导李主任。程泽出轨、强奸，不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强制别人打胎，这样的人恐怕不能继续担任那份工作吧。我下午就让人带证据给你。呜呜呜！程泽听到我的话，眼睛瞪得老大，一直挣扎却没什么作用。直到我打完电话后，知道事情不可挽回，才露出绝望的神情。程泽，这只是开始。我红唇轻启，那1秒钟应该像极了索命的黑白无常。我被推进手术室之前，送了程泽和他的小情人一份礼物，他们一定会喜欢的。玉玉，没事的，妈妈在外面等你。妈妈抹着眼泪，心疼地看着我。我朝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安抚她之后才进的手术室。时间不长，不过因为我打得无痛，几个小时才醒来。醒来的时候，程潇和妈妈坐在病床边聊着天。见我醒了，妈妈立马端来黑米粥和营养汤，之后就出去给我和程潇留出空间。怎么样了？程潇点点头，给他们送过去了。我看了一眼手机，果然已经几10个电话了，全是程泽和丁美琴打来的。不知道他们看见会是什么心情，毕竟一个是他们亲手送走的，一个是他们强迫要来的，一个已经出成型的孩子和一个血囊囊。程泽，丁美琴，这是你们自己造下的冤孽。他再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懒洋洋吃着水果，接了电话就放得离耳朵稍远。秦玉，你个贱人，你什么意思？我要报警告你！程泽气急败坏地吼着：“你的孩子你不喜欢，报警吧！”程泽，我倒要看看谁要死！我冷冷说出这句话后，对面就沉默了。我只能听到他的喘息声。很生气吧？越生气我就越高兴。都是你的孩子，你要是不好好对待的话，指不定大半夜回来找你了。程泽听到这话，恶狠狠地哼了一声，就把电话挂掉了。我跟程潇相视一笑，接下来就是那个小三了。我在医院休养恢复好之后，就直接带着保安上门赶人，顺便还带了丁美琴在老家的好朋友们。几百万的房子呢，不是想住就住的。不过我没想到程泽这么勇，直接将小三带回家了。我开了门，看见在沙发上享受极乐的2人之后，立马让开，把前排给了那几个村里的大娘们。阿泽玩得挺欢的哈。另外的大娘甚至已经在打电话了。秦玉，你什么意思？带着这么多人来闯我们家，犯法的你知道吗？他慌忙穿好衣服过后，朝我吼来，中途还砸了个杯子。你家怎么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秦玉的名字，跟你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拿出房产证在他面前晃了晃，趁他还没说话前，我立马接上。2个小时，限你搬出去，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你什么东西，敢让我们搬出去？丁美琴听到动静从房间里出来，就开始大动干戈。妈说的对，我们不搬。程泽跟找到主心骨似的，立马附和，不要尝试跟蠢货交流。我直接报了警，然后让保镖进去把丁美琴房间里的东西全部扔出来。丁美琴想要阻拦，却被那些保镖推来推去的。秦玉，要赶我们走是吧？你也别想有好下场。
丁美琴说完，跟发疯似的在房间里到处砸东西，电视、扫地机、洗碗机、微波炉、冰箱，好样的，这些加起来10几万了。我也没有让人去阻拦，就当看着他发疯。等到警察同志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了。事情很清楚，我有房产证就够了。小姑娘，你选择私了还是？同志冤枉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没有犯罪，这就是我们的家，为什么要抓我们？丁美琴连忙跑过来澄清自己。我们大家看着这一片狼藉，都沉默了。你们强住在人家家里，人家小姑娘好言劝了半天没用，你还砸了人家的东西。现在是犯了擅闯私人住宅以及故意破坏他人财物罪，金额还不小，现在就看人家小姑娘想怎么处理了。丁美琴还打算狡辩什么，被一道突兀的铃声打断了。是程泽的小情人，他接了电话之后急急忙忙地挂了，但是立马又有电话打过来，隔得很远，我听不清楚电话里面在说什么。但是我看程泽的脸色一会红一会白，大概知道是什么了。我的计划3开始了，程泽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大概是人多，程泽还在忍耐着，隐忍不发。就连丁美琴被警察带走的时候，他都没怎么注意，就死死盯着旁边的人。等到电话又一次响的时候，他一把抢过接了，还开了扬声器：“小美，今天可以吗？这次价格便宜点行不行？你再说一遍。”程泽朝着手机怒吼，对面却立马挂了电话。我没兴趣再看他们后面的事，下了最后的通令，明天必须走，之后就离开了。他们村的几个大娘却不舍得走，恋恋不舍地看着里面的情景。大娘们，你们想看就看吧，到时候要回去来找我就行了，我送你们回去。就是这事，得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真面目啊！大娘们急急点头，又跑过去看了。我满意的笑了笑就离开了。听说程泽的事传遍了整个村子，旁边的村子都有所耳闻。程泽以后怕是没脸回去了。那个小美本来就是做皮肉生意的，因为和程泽那个贱男人搞在一起后，才逐渐不做了。可老客户还在一直来往。我查出来之后，还好意将他的电话打印在小广告上，发在各个地方。今天的电话怕是要被打爆了。知3当3，总要有些报复。至于程泽，别慌，等你的是其他的东西。丁美琴因为破坏的财物太多，已经算是严重的了。如果不走私了的话，怕是要在里面踩好几年的缝纫机。所以当程泽求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惊讶。先磕一个。我半倚在椅子上，对站着的程泽说。我看他双拳紧握，青筋都要爆了，还以为他会转身就走，毕竟看他之前对丁美琴也是不咋样。可是没想到他膝盖一屈就跪下来了。放过我妈妈。我看着他没说话，肯定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值得程泽如此委曲求全。秦玉，你满意了吗？他站起来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我摇摇头，然后让人叫程潇过来。程潇看到程泽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往后躲，看到我之后，又鼓起勇气站着不动。我颔首朝着程潇，给他也跪一个，再好好道个歉。程泽恶狠狠地盯着程潇，没有动作。我皱着眉挡在他面前，一脚踢在他的膝盖上，迫使他跪下。这一跪不想也得跪。我看着他咬牙切齿地说出对不起3个字后，急急忙忙就走了。玉玉，不会有事吧？他报复怎么办？程潇拉着我的手臂担忧地问。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会不满的，不如就做得过分一点。我秦玉不怕他报复。男人从来不会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他只会从女人身上找回他丢失的颜面。我食言了，我没有选择私了。
丁美琴那种人就该进去体验一下生活。秦玉，你说过要私了的，你说过要放过我妈。眼看着程泽的拳头马上落在我身上，身后的保镖立马把我拉到后面，顺带还击了程泽。谁说的答应了就要做到？你以前答应我的可从来没做到。程泽站在一旁想上前，又顾忌着保镖不敢上前，只能懦弱地看我走。走喽，收房子喽。不过我看着眼前的场面，脚步一滞，墙上地上全是颜料，还有红颜料写的秦家去死。我立马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也惊讶了一番。随后程泽就被叫了回来，他一直在否认，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妈，我没有时间搞这些。那就调门口的监控，看看丁美琴被拉走之后有没有回来。程泽，往你妈身上推，你真是个畜生。随后深吸一口气，朝着警察说私了，只要程泽打扫好这就好了。程泽，不会就这么简单的。他原本是不愿意自己打扫的，觉得他出钱找个人就好了。警察同志把他拉到一边，跟他讲清楚利害之后，才不情不愿地开始亲自打扫。我在门口看了2个小时他的狼狈样后，就去公司了，让保镖带着程潇来盯着他一点一点打扫干净，才准出去。听说他后面气炸了，想要动手，却又忍住了，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处理那些东西。程泽现在过得还挺惨，没钱没房子没工作，三无游民一个。现在该他付出代价的时候来了。我调查清楚，他执意要救丁美琴的原因是为了他手里的卡。据说他所有的钱都在那张卡上，丁美琴私自改了他的密码。他现在是真的分文没有，还欠了一大堆债。当时结婚的时候，他借了50万做彩礼，想让我嫁过去之后立马换了。可惜没想到还没说这个事就被逼离婚了。高利贷现在利滚利都已经是几百万了，毕竟夫妻一场。我间接让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在酒吧上班，做男陪酒，管不住下身那就多动动，废了好。可惜的是程泽不太争气，1个多月就不行了，这份工作也没有了，这我可就帮不上忙了。我想着时间差不多，就在那些人对他下手之前，先带人找到了他，废了他的手，之后就没怎么管他了。毕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已经不值得引起我的注意了。只是后来听程潇说他的腿也断了，乡下的老家也被那些高利贷的人毁了，只能在外面要饭。我的公司蒸蒸日上，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程潇被我带到公司里，慢慢的培养做助理。他做事细心谨慎，加以培养，以后会做得很好。他越来越开朗，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总的来说，好人会越来越好，坏人越来越差。下面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在我收集证据的期间，和我一起白手起家的老公，为了逼我离婚，带着小情人上门殴打我。我为了给失去的孩子报仇，死活不签字。他打累了，在家里拉个屎，结果出了车祸。报应来得真快，就像龙卷风。20分钟后，交警、保险员、医生、护士以及一群记者咔咔拍照时，他光着屁股在地上呻吟。好歹夫妻一场，医生没给他找到的小兄弟，我一脚踢了过去。那可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至于小情人徐静静，除了裙子脏点，没有其他伤口。老公打我时，夸她跳舞的身体柔韧性高，什么姿势都可以。现在身体扭得跟麻花一样，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吧。到了医院，医生让我先刷10万块，我拿出银行卡划拉一下，只有10块。医生，你先把他缝好吧。他妈认识名医，不要钱也能救他。什么名医？在哪？快请他过来呀！大雷音寺，如来佛祖，
医生说还是让我们再努力一下吧。也行。我又问，现在签遗体捐赠的话，可以抵扣医药费吗？不可以。医生翻看片子，不过他的左腿粉碎性骨折，保住的希望不大。如果用，没钱，拒了吧。旁边的小护士于心不忍，什么恩怨先放下，钱没了，还可以再赚的，好吧？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没钱。我耐心解释，主要他把钱都转给小情人了。你先把小情人叫醒，问问银行卡密码吧。小护士望了望旁边的小情人，脊椎骨折，可能一辈子都醒不来了。我两手一摊，医生，轻点句。车祸的报道出来时，人家的马赛克打在脸上，我老公的马赛克打在屁股上。医生给他做了5个小时的手术，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醒来后，我第一时间停了他的麻药。忍忍吧，赚钱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我想他一定是认同这话的，毕竟这是他当初说给我听的。结果他在吱哇乱叫中，将转移的财产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身体不能动，撅着嘴指使我跟小情人要钱。哎，不就锯个腿吗？至于这么矫情？为了爱情，吃点苦怎么了？当我向法院递交资料，冻结小情人的银行卡，准备拿钱时，汪图还是死了。那天大早，他转到普通病房，意识清晰，眼珠子还能动。肇事司机跑到病房里下跪，哭着问我可不可以出家属谅解书。我说好的，要几张？只听病床一阵颤动，我的老公汪图扯着嗓子嘶哑地叫了几声，就这么被我气嘎了过去。抢救的医生匆忙跑进来，赶我和司机出去。等一下，我拦住医生，又掏出手机，我发个抖音，记录美好生活。病房外，肇事司机跪在地上痛哭，我是罪人，我赔钱，我赔钱，但我只有200万呢。我连忙去扶，快起来，菩萨！他无业游民，值个屁的200万！这可不是我故意讽刺亡夫，而是他为了让我净身出户，不但转移了财产，还将公司的法人改成了小情人徐静静的大名，自称无业游民，1毛不分给我，还让我把仅剩的1点工资转给他。车祸赔偿金的多少是跟当事人的收入挂钩的，撞死一个董事长和撞死一个无业游民能是一个价吗？因为提前签了遗体捐赠，汪图断气后，医生对他一鞠躬，然后他的眼角膜和心肝脾肺肾都被嘎走了。本来身体还能泡在福尔马林里做大体老师的，奈何车祸致损太严重，只能作为医疗废物，被我拉到火葬场，送进焚化炉。汪图的毛发、脂肪、油脂就在大火里旋转跳跃，他闭着眼，赔偿款他看不见。我数钱太沉醉，白雪、夏夜，我不停歇，全都是他的遗产，不堪的过往被我踩碎。我开心的恨不得原地跳跃，转体360度，在单腿落地劈叉到肇事司机头上，放一朵小红花时，殡仪馆的小姐姐叫醒了我。她说骨灰盒有5000、6000、7000的，等火化时。我叫了一份肯德基宅急送，掏出印着肯德基爷爷的牛皮纸袋，一抖，放这里吧。殡仪馆的小姐姐翻白眼，什么仇什么怨？我们这里有一款塑料骨灰盒，打折后才200块，杀子之仇，够了吗？殡仪馆的小姐姐顿了顿说，我帮你把骨灰敲碎点吧。拎过汪图的骨灰，打开背包，和包里的遗体捐献文件放一起。我第一次感觉结婚有3好：把管、签字、遗产吃到饱。刚出殡仪馆，接到医院的电话，小情人醒了。徐静静家境不算好，但她爱跳舞，父母举债供她跳舞。
但跳舞不是喜欢就行，还要有天赋的，跳不到出类拔萃的水平，毕业就等于失业。于是他傍上了汪图，钱有了，公司有了，爱情有了，高位截瘫也有了。我把资料拿到他面前晃悠，你名下的不动产都被查封了，汪图转给你的862万已经转回到我账上了，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在你面前显摆一下。我不信，我要见汪图，让他给老娘滚过来。我把汪图的骨灰放到徐静静枕边，加上纸袋，一共3斤重，他再也不会离开你了。真正意义上的枕边人。病房里，徐静静放声尖叫：“嗨，叫早了，这才到哪呀？真正的大佛还在来的路上，求求你，救救我吧！不要把钱全拿走，我要做手术，我还要跳舞。”徐静静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我歪头，阴鸷一笑：“如果我孩子没有被你们折腾流产的话，他也有机会跳舞的。对不起，对不起，可是我不想在床上躺一辈子，救救我吧！下半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可以。”徐静静高位截瘫，只有头可以动。她流泪祈求着，任鼻涕往嘴里流淌，而无可奈何。就在几天前，她还是在舞台上熠熠生辉的白天鹅。别伤心，事情也不是毫无转机的。我安慰她。徐静静眼眸豁然一亮，万分期待地看向我。我笑：“我通知你父母了，包括你做小情人的事，他们等会就到。放心，我虽然不救你，但他们割腰子都会救你的。”徐静静瞪大了眼睛，愤恨地瞪向我，突然又大叫起来：“云奇，你杀人诛心，你不得好死！”和退！只有头能动的徐静只能向我吐口水，奈何射程不够。云奇，我求求你了！徐静静跟疯了一样，吐完口水又大哭起来。别让我父母看到我这个样子，我求你了，你杀了我也行，别让我父母过来。呜呜呜！我听到了走廊上的脚步声，徐静静吓得不敢吱声。砰！门开了，不是徐静静的父母。哦，我想起来了，我还通知了汪图的家属，来的正是我婆婆，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冯月，她怀中抱着6个月大的婴儿。我特地指了指那个婴儿，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汪图的孩子。徐静静看了看孩子，突然大哭起来：“禽兽！汪图你他妈就是个禽兽！你骗我！我还以为我是小情人，没想到我是小四，禽兽，害死我了！”冯月白了我一眼，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上去就给徐静静一巴掌。哭什么哭？你把汪图的钱都藏哪去了？徐静静冷哼，大概也是恨极了，报复性的喊：“滚！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带着你的孩子捡垃圾去吧，臭不要脸的小情人！”追！冯月被吐口水后没有说话，我婆婆就上前，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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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甩了徐静静10个大笔兜子，打得徐静静鼻子出血，脸颊通红，嗷嗷大哭。在她那，徐静静看向我，我突然想是一下婆婆，摊手无辜道：“我刚刚问过她了，汪图只转10万给她，等追回来后分您5万就是了。”徐静静眼睛一瞪，大骂：“你这个贱！”啊！徐静静刚想骂我，婆婆就撕住了她的嘴，恨不得把她嘴唇拉到耳后根。我看着都觉得疼，真是太残忍了。我儿子怎么可能只有10万？婆婆开始严刑逼供，她的公司年入100万，还有一套大别墅。你给我快说！我心里拔凉拔凉的。汪图一直跟我说公司亏损不赚钱，原来大家什么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而已。抱着孩子的冯月好心劝道：“你还是说了吧，汪图和云奇有结婚证，我跟汪图有孩子，你横竖都捞不到好。”可怜的徐静静动弹不得，
任人宰割，疼得呀呀大哭，眼泪鼻血满脸都是。砰！门又开了。女儿啊，这次来的是徐静静的父母。看到孩子躺在床上被人虐待，年过50的夫妇俩顿时失去理智。死老太婆，放开她！徐妈妈一把推开婆婆。徐爸爸震怒：你们把我女儿害成这样，我要告你们！冯月连忙将婴儿放到隔壁病床上，撸起袖子跟徐爸爸对吼：你女儿给我孩子爸做妾，你们有什么脸告？活该她变瘫痪，上半辈子教不好孩子，下半辈子就给他换50年尿不湿，记得别死在他前面。这台词毒啊！但我听了恨不得跳起来鼓掌。徐爸爸上去就是一巴掌，直接将冯月打翻在地上。敢动手，我老婆子跟你拼了！婆婆也不甘示弱的回击，但她神奇的没有去打徐爸爸，而是一转身掐住了徐静静的脖子。我掐死你女儿！眼睛一翻，舌头都吐出来了。徐妈妈连忙去拽，婆婆不撒手，两人一起用力，将高位截瘫的徐静静从病床上拖到了地上。徐爸爸又动手，冯月连忙起来加入阵营。4个人在病房里打成一团，婴儿被吵哭了。徐静静像画卷一样扭在地上，也在放声痛哭。4个人一边打一边骂，一边打痛后情不自禁地吱哇乱叫。这场面呢，我不贡献1张电影票，都对不起画面里的5名实力派演员。最过分的要数我婆婆，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她在打架推搡过程中，总时不时地踩到徐静静手上、胳膊上、肋骨上。高位截瘫的徐静静是感觉不到疼痛，但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那张可以把男人从家里勾引出去的漂亮脸蛋，哭得梨花带雨，跟烂番茄一样凄惨。我相信做汪图的小情人，他是真心后悔的。要说还是男人力气大呀。我婆婆被打成紫薯包，头上缠满绷带，躺在徐静静隔壁病床上，2个人肩并肩躺着，都喘着气，就是一句话没有。徐静静的父母被警察带走了，冯月要照顾孩子，躲过一劫。他再次找到我时，走路一瘸一拐。汪图的钱，你是不是已经追回来了？是啊，那你刚才还撒谎，害我们被一顿打。冯月左眼肿成了一条缝隙，像小孩的屁股长他脸上了，乌青乌青的。我笑，我开小情人的玩笑。你打人家干嘛？你有什么资格打他？我是汪图的老婆，你是谁？汪图的遗产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冯月语塞。没错，他口口声声说怀里的孩子是汪图的，但他跟汪图并没有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冯月是我婆婆激情岁月和野男人私奔的产物，因为婆婆吃不了苦，在她5岁时又跑了，另嫁后才生了我老公。大概10多年后，他们母女俩才恢复联系，勉强算我前大姑子吧。可我怀里的孩子确实是汪图的。冯月得意一笑，他和我妈都有继承权。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冯月继承了他妈的优良传统，年纪轻轻和某个帅气的托尼老师厮混在一起。怀孕后，2人盘算着结婚的事，盘着盘着，托尼老师就带着他的2把大剪刀消失不见了。当时冯月的肚子大了，正规医生都不做大月份健康胎儿的引产手术，她哭着来求婆婆借一笔打胎费，去私人医院引产。婆婆一反常态，苦口婆心地劝她把孩子生下来，并要求把孩子挂到汪图名下，这样既保住了孩子，又不耽误冯月另嫁高门，还能给孩子弄个城市户口，一举3得，不是一举5得。婆婆不仅省下一笔打胎费，还能防止我以后瓜分汪图的财产，
如果我哪天敢翻什么风浪，就再从我这讹一笔抚养费。算盘打的，日本的2朵蘑菇云爆炸前都没这么想。细想想，我婆婆真是从来没有爱过这一对儿女，她就生了俩工具。当时我正沉浸在流产的悲痛中，汪图花言巧语的让我收养这个孩子，我死活不答应。但他还是在冯月生产时偷偷去医院给办了出生证明，父亲一栏里写着汪图，小孩办出生证不用结婚证，只需要父母身份证就行，要领养放进户口本，那就得过我这关了。汪图各种吵闹着要把孩子挂到自己名下，我好说歹说都不行，吵急眼了就脱口：你以后抱着孩子跟小情人约会吧，顺便教教他怎么当后妈，看他还给不给你端奶喝。汪图一愣，连忙掏出手机打给婆婆：妈，云奇说了，这孩子要进我们家门，他立马掐死我呀！我要开会了，再见。我跟他或求或吵争执了半年的问题，他花了10秒拒绝了，仅因为我提了一嘴小情人。我也是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吃到小情人的福利。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心灰意冷，开始收集汪图各种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证据。汪图几次逼我离婚不成，直到忍无可忍，带着小情人上门把我打一顿后，上厕所被大卡车撞翻。这不是汪图的孩子，我们没有走合法的领养程序。我开始跟他掰头，冯月笑意盈盈。汪图已经死了，没有 DNA 能证明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反正孩子出生证上父亲栏写的是汪图的名字。你有什么委屈就跟法官说吧。哈哈哈哈，我也哈哈哈哈，就不给你。有种你告我呀！他真的去告我了。他在法庭上诉说着自己如何和汪图相知相许，最后被骗生娃，惨遭抛弃的悲痛过往。我极力争辩，把他和他妈的事全抖了出来，并要求他们母女做 DNA 对比。当然，他们是不可能做的。于是1审我败，冯月上诉；2审我又败，但我就是不付钱。直到徐静静的爸妈告我的2审也到了关键时刻，我立马把钱分给了钱婆婆和冯月。是的，徐爸妈也告了我，他们认为女儿受到汪图的欺骗，当天去我家也是被骗，打我也是被骗，最终惨遭不幸，所以要给予一定的医疗赔偿。1审我又输了，要承担5%的医药费，应该是法官给徐静静开的同情价。没关系，我可以上诉。出于好心，我友情提醒，我老公的公司还挂在徐静静名下，要不先转给我。徐妈妈呸了我一口，那是你老公跟我女儿合开的公司，这是他们的事业，跟你有个屁关系，好吗？聊裙子里的事，那是徐静静受到欺骗；聊裙子外的事，那是徐静静独立自强。那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2审多半还是要分点钱给徐静静，而且不会多，但我偏不。开庭前1天，我就把钱先分给了钱婆婆和冯月，然后在法庭上诉苦。这汪图的遗产也不是我一个人呐，还有汪图的妈、汪图的私生子，我都把钱给他们了，光告我一人，让我一人掏钱，那肯定不对。2审驳回徐爸妈的诉求，徐爸妈在法院门口边走边骂：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于是2个月后，我、钱婆婆还有冯月都收到了徐爸妈的法院传票，要求遗产继承人负责赔偿。当天冯月就打电话来开骂：你们夫妻俩有好事想不到我，在外面沾半点鸡屎都要往我身上抹。他找小情人关我什么事？凭什么让我出钱？是你看不住自己老公，这钱就该你出。我学着他曾经笑盈盈的声音说：反正孩子出生证上父亲栏写的是汪图的名字，
你有什么委屈，就跟法官说吧，哈哈哈哈。”和徐爸妈的官司在进行中时，我拜访了一家私人侦探社，帮我找一个人，就是那个把冯月和孩子一起抛弃的托尼老师，然后发个短信给他，大概意思就是，虽然冯月怀里揣着100万，但他天天在家里哭，毕竟孩子不能没有爸爸。隔天，冯月又打电话来骂我：“你一个人半夜寂寞睡不着，不出去找男人鬼混，非要往我家茅房里扔炸药，好容易洗干净的身子，又被屎给沾上了。”我回对呀，一想到你还单身，我就睡不着。再说了，孩子的爸爸死了，你不得给他重新配一个？什么时候结婚呀？我好随份子钱，你竟然诅咒我结婚，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冯月气哄哄地挂了电话，看来她是活明白了，有钱有娃，每天吃香喝辣，如厕顺畅，为什么要找个男人来堵自己的大肠、小肠、12指肠？呵呵，那我就帮他堵上。正当我暗喜时，门铃响了，开门，一位帅气的男人站在门口，眼眸明亮，笑如春风，手里还拎着一个大包。“你好，我叫周末，是一名律师。”我回以微笑，这名字好听，本以为他是来推销自己的，毕竟我最近官司缠身。结果他一进我家门，就坐在沙发上疯狂地往外掏钱，可爱的小钱在茶几上堆成了小山。这时我指着钱问他，周末礼貌地将小山推到我面前：“都是给你的。”“给我。”我下意识戒备起来，无功不受禄，有功的。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的眼角膜是你丈夫的。”我一惊。他继续说：“您作为家属，在丈夫过世后捐献了他的遗体，让我得以重见光明。我知道失去丈夫你很心痛，不，我不痛。虽然一双眼角膜的恩情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这都是我的心意。一共100万，是有点少，不过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心尽力。”我盯着桌上的100万，眼睛发直，有泪水挂在我的嘴角。一摸，嘿，原来是经不住诱惑的哈喇子。其实我现在并不需要钱。我又将小钱推回去。好重，100万呢？那你需要什么？只要我有，一定给。周末一脸耿直，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真诚地看向我。我字字清晰地回答：“我要你，我现在非常需要你。”帅萌的律师一愣，突然背过身抱住自己，拼命摇头：“以身相许吗？不行的呀，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不能这么随便。我不能趁别人死了老公，仗着自己有钱有颜就霸占他。我不是那种人。帮我打一场官司。”周末又一愣，静默地坐好身子，脸上飘起一层红晕，嘴上嘀嘀咕咕的：“早说嘛，害得我白高兴一场。”啊，我好像听到了了不得的话，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我是说，您放心，您的官司就是我的官司，别说被告了，您只要咳嗽一声，就算是被告家正在交配的蟑螂，我都给他抠出来，判个刑，大可不必。周末听过我的陈述后，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发誓一定要帮我打赢冯月、徐静静一干人等的官司。临走时，还是执意把100万留给了我，并且不收律师费。就算我不缺钱，谁又会拒绝从天而降的100万？我兴奋地将100万撒向天空，又任由金钱落我满身，一层一层把我紧紧包围。我在金钱的世界忘了睡，律师的心事倒映我眉间，放弃的快乐都实现，难过都摧毁。呵呵，开心过后，我还是把100万收拾捐给了关爱儿童中心。那毕竟是汪图捐献的眼角膜，这种遗产我不碰。冯月拒绝了托尼老师的求婚，
为了摘掉这个狗皮膏药，甚至找人把托尼老师打了一顿。这感情好，回来的托尼老师不是我想要的，被打一顿后的托尼老师才是我要找的人啊！我将托尼老师请回家，先给个2万块安抚他受伤的心灵，然后反手就把冯月给告了，罪状：冒领遗产、诈骗赔偿金。法庭说谎，冯月当庭眼泪横流，冤枉啊！法官，你要给我做主啊！这个姓云的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法官一敲锤，说重点：我发誓，这孩子就是汪图的。上次庭审提供的陈述和资料全部都是真的。冯月还是一口咬死。好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原告律师周末嘴角含笑，一打响指，上托尼，不，请证人。冯月看到证人时，下巴都要惊掉了。我以为冯月已经很能演了，没想到托尼老师才是奥斯卡影帝。在法庭上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和冯月的相知相许，阐述了他和冯月被现实打败的经典爱情故事。法官，冯月打断，他说谎，有种我们去做亲子鉴定。拒绝。我和冯月的官司就难在不能做亲子鉴定，而法庭上也不承认私下做的亲子鉴定，所以让托尼献血是不行的。托尼老师轻哼，一甩傲人的刘海，开始了他的主场。从孩子出生证上的日期可以倒推孩子怀上的时间，那半个月他还每天打卡上班，夜夜和我在一起，合租房里小哥妹子都可以作证，包括电影票根、一起拍的大头贴等等。他和汪图所在的城市相距1000公里，根本没有时间怀上对方的孩子。就算孩子不是我的，那也不可能是汪图的。冯月倒吸了一口凉气。周末也拿出了我收集的证据。我方亡夫在那段时间忙于工作，这一点他们公司的监控都有记录。汪图汽车上也有他出行的全面记录，连市区都没有出过，另有和客户见面记录，还有和情人徐静静的开房记录等等。这可都是我千辛万苦收集的信息呀！原打算对付徐静静的，没想到在冯月身上派上了用场。周末继续道，将两方记录结合在一起，可以证明被告冯月和汪图在孩子受孕的那段时间内没有任何见面的可能性，所以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汪图的。冒领遗产、诈骗赔偿金共计225万，另加法庭说谎。我笑，冯月，你好胆识，真是行啊！冯月愣在了原地，嘴唇微颤，突然咆哮起来：云奇，你阴我！没错，我就阴他。我手上有汪图出行的所有记录，上次打官司就可以拿出来，可我没有。一则，这些证据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证明汪图没出过省，并不能证明冯月没来过。二则，他收了225万，就等于坐实了诈骗。他做初1，我做15。法律规定，诈骗超过200万，10年以上有期徒刑。离开法庭时，我笑着对冯月说：冯月，今年是兔年，我们下个兔年见！哈哈哈哈！我杀了你！冯月被法警摁在地上，眼神凶恶地目送我。冯月还可以提出上诉，但变动不会太大。走出法庭，我心情大好，要请周末吃火锅。周末拿出一个信封，在我面前晃了晃。下一场官司，你可是被告哦。我拍了拍周末的肩膀，有你，我不怕。说吧，我要怎么做？摆烂，摆烂。我问。那你要做什么？周末一摊手，我也摆烂。3天后，徐静静向我索要赔偿的官司开庭。徐爸妈为了更好地拉同情分，将高位截瘫的徐静静抬到了法庭上，诉说着她被汪图欺骗的种种。
我和周末坐在对面，静静地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的表演，时不时的还私下点评一句：“不错不错，跳舞的姑娘表情管理能力就是专业。”可不，比冯月强多了。法官看向我们，被告，你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没有，没有。我和周末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观众席上突然有人跳起来大喊：“怎么没有？他们一家三口胡说八道！这个小妖精肯定是给我儿子用药了，坏事做多了遭报应，活该从蜈蚣撞成棒棒冰，下半辈子好好躺着吧！”肃静！法官一敲锤，两个法警将我前婆婆按了下去。前婆婆还气鼓鼓的，非常不服气。法官站起来宣读判决结果，要求赔偿治疗费的6%，直至汪图的遗产用尽，30天内执行。以徐静静高位截瘫的状态，后续治疗几乎是一辈子的事，6%也不少啊！我反对。婆婆又跳了出去，她主动跟我儿子睡，带我儿子去打我儿媳妇，把我孙子逼流产，骗我儿子家产。这种没脸没皮的人就应该烂在床上啊！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因为她扰乱法庭，被两个法警左右架住，双脚拖在地上给架出去了。她这么气愤，还说了一堆向着我的话，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她作为遗产另一位继承人，官司就放在下午，我们输了，她铁定也赢不了。当晚我就收到徐妈妈发来的账单，6%竟然也有7万。一打开账单，用的都是进口药，可我就是不给。等到第30天时，我没事，徐静静被税务局的人给抬走了。汪图啊汪图，他的公司本来就因为漏税被警告过，第一次还是我替他交的罚金，将他保出来。后面他把公司法人转给徐静静，一方面是不想给我钱，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转嫁风险啊。光周末收集到的偷税漏税，一年就超过400万。徐静静光看到自己名下多了现金，多了别墅，多了公司，开心的花枝乱颤。就算有点小聪明，若不是我这种拿命搏的情况，根本抓不到汪图的猫腻。我只需要把收集到的证据往税务局一送，徐静静立马负债1000万，另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徐妈妈打上门来，谩骂：“你这种歹毒的女人，阴险狡诈！那个肇事司机就是你雇的，我要报警，我要调查你。”我无所谓，没错，我摊牌了，司机就是我雇的。徐妈妈一愣，顿时激动起来，还拿出手机录音。你说，你有本事就说出作案过程，你有本事做，没本事讲吗？这有什么不敢讲的？我被你女儿连同她的情夫逼得一无所有，还失去孩子后，就每天祈求上天，让他俩一起遭报应。你非要计较的话，那司机就是我雇的，雇佣金是佛前3炷香。要告我吗？香灰还在。徐妈妈一气之下用手机砸我，我直接拿过檀香炉子扣到他头上，撒得他一身灰烬，不停呸呸呸。给你打包的证据，不用客气。徐妈妈一抹脸上的灰，威胁：“你信不信？等我女儿出来，我就把她搬到你家里养老。我们全家都赖这不走了。要想清静，除非你卖了别墅，帮我女儿把罚款交了。那你信不信？我手中还有徐静静和汪图龌龊事的证据，全拿出来，可以把你们全家都送进去。徐静静是不是跟你们要过身份证？你知道汪图用你们全家的身份证开了多少公司吗？”徐妈妈沉默了，她脸色灰白，手指微微颤抖。我诈他的，我的证据已经用尽了，但父母老了，哪个孩子没拿父母的身份证，帮父母办个业务，买个保险的？徐静静家庭还算美满，
在汪图身上赚了不少钱，多少要回报父母些。追踪银行卡流水时，就发现他每个月都有一笔固定的小额转账。我懒得追究而已，不然以他们的家庭，在这个城市逗留这么久，还请律师，哪来的钱？可拿了钱就是要亏心的，别怕，只要你跟我签下协议，后续医药费不跟我要，我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徐妈妈狠狠喘息，握紧拳头，似乎下一秒就能抽出刀砍死我，但她不敢，伤了我，她进监狱，谁来照顾她女儿？徐静静一个年轻的姑娘家家，难道要她爸天天给她洗澡？短暂的愤恨后，徐妈妈最终泄气，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掏出早让周末准备的协议，给徐妈妈签下名字，按下指印。一直霸道强悍的老母亲，这一刻突然老了许多。目送她离去，我握着合同打开抽屉，抽屉里是我的病历，上面印着的流产、重度抑郁、终身不育等字句，格外刺目。我假装看不见，丢下合同就关了抽屉，然后约周末吃火锅庆祝一下。这下好了，我的医药费都省了。窝在沙发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像徐静静这种高位截瘫，在监狱里怎么踩缝纫机呀？她可以申请监外执行，周末在厨房里忙活，一会就端出了几盘荤素搭配的火锅菜。我可没有欺负她，明明约了她出去吃火锅的，她非要亲自来下厨。她这种情况，坐不坐牢也无所谓了，就是连累爸妈要伺候她一辈子。我坐到火锅前，又想到一个问题，那徐静静交不起罚款怎么办？坐老赖呗。很多昂贵的进口药，她是领不了了。哦，我给周末烫了一块毛肚，放进她的碗里。你真是太博学了，不像我笨笨的。不敢当。周末笑笑，那眼神仿佛看穿了一切。电脑的浏览记录，记得常清理哦。好吧。徐静静的下场，我早就给她百度到位了。你之前说，只要我咳嗽一声，就算是交配的蟑螂，你都能判个刑，这话还算数吗？周末一愣，叼着毛肚看向我，迅速吃完后问：算数？我就是你的40米大刀，你说砍哪就砍了。我笑。那天汪图和徐静静到我屋里大闹一番，我气得下身出血。作为孩子的亲爸爸，他在关键时刻带着小情人开车走了，我只能自救。下楼时不幸失足滚下楼梯，婆婆到医院安慰失去孩子的我，那只是一场意外，但我清晰地感觉到楼梯真的特别滑，就像被人撒了油一样。若不是我提前打了120才下楼，我早就躺在地上大出血死了。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报警，警察上门查看，报告是楼梯很干燥，什么也没有。我随即办了出院手续，打算回家亲自查看，就算油被擦了，我也要敲开木地板，在缝隙里找到线索。早有准备的婆婆在老家喊了3个壮汉亲戚，强行将我接回老家，美其名曰照顾我坐月子，但她收走了我的手机，切断了我和外部的所有联系，就连我的房门都上了锁。我只能老老实实静养半个月，然后趁她放松警惕进房间送饭时，把她按在地上打晕，跑了出去，再回别墅。什么证据都没有了，楼梯的木地板都铺了新的大理石，只有徐静静每天发来骚扰短信，挖苦嘲讽的严厉不断洒在我的伤口。而当时的婆婆到处哭诉我不识好人心，辛辛苦苦伺候我坐小月子，结果还打了她。她不是喜欢哭吗？我要让她下半辈子都要在以泪洗面中度过。帮我找几个看起来有文化的男性演员。周末一机灵，开始摆造型，仿佛在说我可以的。我想了想，
又叮嘱一定要秃。周末立马收回造型，摸了摸自己茂密的秀发，好，等着，律师办事就是利索。不到1个星期，就听说婆婆在老家已经用鼻孔看人了，因为有领导上门说要办厂，好巧要占她的房屋和土地，她家要拆迁了，掐指一算，得有800万。婆婆不答应，非要1200万。领导苦口婆心地跟她协商，最后以1000万的价格成交，签了合同。合同上写着，半年内必须拆迁。老人家做梦中彩票都没敢想过1000万，这还不得乐死。徐爸妈上门要医药费，他都是用成倍的现金砸在人脸上的，让一对老夫妻跪在地上捡钱，还雇了高价保姆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专挑有人的时候使唤。呵斥，平均半个月就要换一次人，穿金戴银，挂皮草。那富婆的气势成了10里8乡的谈资，脸上老有光了。就这样嘚瑟了半年，汪图留下的遗产眼看见了底，拆迁的大部队左等右等还不来，直到某天早上醒来，房子上大大的拆字被人用红油漆给涂了，他才如梦初醒，自己被人给耍了，猛地一气倒在了地上。他中风了。婆婆年轻时候极为霸道，真是提着菜刀打天下，村里的狗都怕，是个浪滚粪球，遇到她都得绕着走。汪图爸爸被她气得忍无可忍，喝药走了。现在他中风偏瘫在家，口歪眼斜，肢体不利索，又没有钱，更没有人伺候，每天依附在一根棍子上行动，2只手都是非常6+7。一有人路过他家门口，他都要哭诉一番。久而久之，也没人愿意在他门前过了。毕竟大家都很忙，哪有空天天看哭丧？不出半年，他整个人憔悴得像魔界里的咕噜。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也是最后一次回顾过往。汪图死后的1年，关于他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周末拿着我的资料，帮我草拟各种商业合同，新开的公司还有许多法务问题依仗他。这是对冯月的撤诉，这些证据都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还能用得着。我接过资料，浅浅一笑，我猜以后是用不着了。冯月被拘后，一边上诉拖延时间，一边哭着喊着要见我。起初我不理他，直到他拿头撞墙，差点毁容。我知道他想求我撤诉，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理由打动我。孩子，我的孩子怎么办？他爸爸是个混蛋，拿了你给的好处费就跑了，根本不管孩子的死活。我要是坐牢了，我孩子就成孤儿了，他外婆是不会养他的。冯月跪在我面前，哭得撕心裂肺。是了，那个口口声声要和冯月结婚的托尼老师又跑了。婆婆只顾着挥霍儿子的遗产，那个本该喊他外婆的孩子，被他亲自送去了福利院。世风日下，但稚子无辜。好，念在你在混蛋也不放弃孩子的份上，我撤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冯月没什么文化，不会说感恩的话，只是不断向我磕头说谢谢。一想到他马上就要和自己的孩子团聚了，我心如刀绞，撒腿就跑了。不久，我收到他的退款，只剩160万了。用掉的部分，他给孩子买了20年保险。他说他怕自己死了，孩子没嫁妆，以后在婆家被人欺负，所以一拿到钱就给孩子买了保险。他从小没得到的母爱，现在加倍补偿给自己的孩子。他还说这部分钱会分期给我，我没要。去福利院领回孩子的时候，娇嫩的宝宝不认识任何人，无意间喊了我一声妈妈。我承认，我眼眶红了。你什么时候答应我的求婚啊？好好吃顿火锅。周末又开始念叨向我求婚的事，
我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你一个大好的未婚青年，跟我求什么婚？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女孩，她没有经历过伤痛，憧憬爱情，向往婚姻，就像曾经年少的我一样，和她结婚，再生一个孩子。我正是因为知道你的情况，才觉得你特别适合我。周末还嘴硬，现在愿意接受男丁克的女孩可不多。我最讨厌孩子了。云呐，琪呀，宝贝呀，你就是这个世上最适合我的女人了。谁说我要丁克了？我只是遇人不淑，被动受伤，并不是真的不爱孩子。我知道外国有个什么什么技术，只要卵子健康，其他问题都好商量。周末拉过我的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人是会变的，我能丁克多久？你说了算。有点感动，但我抽回手，给他夹菜。不想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娃，只想变瘦、变美、变有钱。你很好，可惜错过了我最纯真的年华。来，举杯，感谢我的亡夫，感谢他把遗产留给了贤妻，把眼角膜赠给周末，把老婆还给帅哥，把伤痛塞给小情人，把寂寞送给母亲，把心肝脾肺肾交给社会，把断子绝孙赏自己。他可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啊！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